台湾空军是台军机构组织最扁平化的一个军种。空军司令部下辖4个指挥部、7个作战联队，以及负责行政专机的松山基地指挥部。作战指挥部虽然是空中战术和防空作战的最高指挥机关，但是行政上和作战联队是并列的，互不隶属。作战指挥部下辖3个指挥支援方面的联队，核心是战管联队，设有北南东3个区域作战管制中心、7个固定雷达中队和3个机动雷达分队。作战联队在2004年经济案中取消了大队和中队编制，直辖2到3个战斗机作战队，一个修护补给大队，一个基地勤务大队和一个宪兵中队。每个作战队拥有20到30架飞机。防空及导弹指挥部的编制和陆军类似，下辖5个防空旅和1个防空管制中心，每个旅拥有2到4个防空营。整个空军编制约 3.5 万人，略低于海军的 3.8 万人。台湾空军目前拥有约370架战斗机，加上各种辅助飞机，总数约为550架，在世界空军里大约能排入前20。但是因为飞机主要来源地美国和法国的刻意限制，台湾空军的作战能力偏科非常严重，基本上是一支纯粹的防空军，严重缺乏战略攻势和对地攻击能力。台湾空军的作战联队也像海军舰队一样，将同型战机编组在同一联队、同一基地内，以便于维护保养。出击战机的飞行性能也保持一致。不过台湾空域实在是非常狭小，东西最大宽度也只有144公里，打开加力5到6分钟就能横穿。不同基地、不同机型之间相互支援相当快捷。新竹基地是台湾本岛离大陆最近的一个空军基地，距平潭岛只有130公里，和上海到宁波的距离是一样的，距离台北市区则是60公里。机场离新竹市中心只有3公里，跑到西南角距离海岸仅1500米。台湾空军基地通常在机场周围布置2到4套天空卫士近程防空系统，它由天空卫士火控雷达、2门厄利空35毫米双管高炮和1到2座陆基4连装麻雀防空导弹组成。雷达、高炮和导弹都为拖曳式，部署在加高的发射平台上，有坡道通往地下洞库。台湾从1980年起进口了24套天空卫士，建设了21个阵地，但目前只部署了16套，其中8套配备了麻雀导弹，今后将用捷凌防空系统替代。除了增加新加坡产伯夫斯40毫米高炮和 T82 型20毫米高炮，导弹也将更新为红外制导的天剑1和主动雷达制导的天剑2。除了第2联队的幻影2000，陆军航特部601陆航旅的一个 AH-64E 攻击直升机作战队于2020年2月18号从桃园龙潭机场移驻新竹基地，更加靠近海岸部署。空军第2战术战斗机联队即原第499联队成立于1953年，2年后由 P-47 换装 F-86F 进入喷气时代，先后装备过 F-100 和 F-104。1997年开始接收第1架幻影2000 ，1998年11月全部60架幻影交付完毕。2004年经进案后调整为直辖第41、42战斗机作战队和第48换装训练队，按编制各配备20架幻影2000，连队长为少将军衔。1989年时任参谋总长郝柏村访问法国，除了引进拉菲特级护卫舰外，还促成法国出口幻影2000战斗机。当时台湾空军的主力截击机还是2个联队的 F-104， 年代久远，故障率高。服役38年间，总共302架坠毁了114架，坠机率在装备 F-104 的空军中高居第一，急需换代。经过长时间地下谈判，1992年密特朗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48架单座幻影2500i 和12架双座型幻影2500DI，另外包括960枚新锐的米卡主动雷导制打中距离空对空导弹，480枚魔术2格斗导弹，若干 ASTAC 电子侦察吊舱和相关支援器材，总价38亿美元，代号飞龙专案。这是米卡导弹数量最大的一笔出口订单，因为台湾方面怕国际形势变化，法国今后会禁止出口。当时幻影2000 BC 型在国际市场上受到 F-16CD 型的压制，为了保持竞争力，达索公司和航电生产厂家汤姆森 CSF 公司在没有得到法国空军的支持的情况下，自筹资金开发改进型幻影2000-5，来自台湾的订单雪中送炭，分摊了大量研制费用，也令台湾空军成为幻影2000-5的首个用户。法国空军直到2000年才将幻影2000C 机队升级为幻影2000-5。
ASTAC 吊舱更是到2013年才配备给幻影 2000D。和幻影 2000BC 型相比，幻影 2000-5换装了新型 RDY 脉冲多普勒雷达，对空搜索距离达到130公里，可同时扫描24个目标，并跟踪最具威胁的8个目标，引导4枚米卡导弹攻击其中4个目标，多目标交战能力大大增强。座舱采用为阵风战斗机开发的部分玻璃座舱技术和 VEH-3020 频线，并安装了 ICMS Mk2 电子战套件和 CMIR DDM 导弹警告系统。但是幻影 2000-5没有配备战术数据链，受台型号也取消了法国版所具备的对地攻击能力、飞鱼反舰导弹发射模式和空中加油能力。从1997年5月5号到1998年10月28号，全部60架幻影 2000-5分9批从马赛经海陆运抵华联。第11大队下辖的第41、42中队分别于当年4月及11月形成初始作战能力，第48中队则在2001年5月完成改装，第499联队完全形成战斗力。凭借 RDY 雷达和米卡主动雷达导弹的组合，在当时整个东亚都处于领先水平。另外，根据当初的协议，台湾空军每2年派出1名第2联队的教官前往法国空军现役幻影中队交流实习2年，一直延续至今。外界普遍认为，台湾空军已经将大部分幻影2000封存于花莲嘉山和台东建安2个冻库基地中。新竹基地担负战备值班的只有一个不满编的战斗队10几架飞机。新竹基地从今年4月起进行为期2年的跑道大修。第2联队除了留下4到6架幻影2000在新竹进行战备值班，其余飞机全部调往清泉港基地。按照上面的估计，去清泉港的实际上可能也不足10架。清泉港基地位于台湾本岛西海岸的正中位置，距离福建莆田南日岛约146公里，北距新竹机场66公里。它和台中国际机场共有一条3750米的跑道，跑道北端距离海岸 7.8 公里，离台中市区12公里。因为陆军第10军团的主力部队都部署在清泉港以东的台中市区各处，清泉港基地内只有一个空军宪兵中队。台中港和清泉港基地实际上处于不设防状态。清泉港基地基于日战时期，该地古名公馆，在当时称为公馆机场。1956年，根据美台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，实施阳明山计划，由台湾提供台中大肚山土地，美国负责工程建设，对公馆机场进行了大规模扩建。1959年11月，以台中机场之名落成启用。为纪念淮海战役中战死的邱清泉中将，1966年正式更名为清泉港空军基地。清泉港部署的是第3战术战斗机联队，原第427联队，前身是抗战时期的空军第3大队。1936年成立于江苏句容，1953年在屏东扩编为第3联队，先后装备过 P-47、P-51、F-86F 和 F-104。1992年开始换装 IDF 战斗机，成为台湾空军第1支装备2代机的部队。沈一鸣就是第1批6名 IDF 种子飞行员之一。第7换装训练中队、第8中队和第28中队分别于1993年11月、1994年12月和1995年11月实现初始作战能力。1997年全联队完成换装任务。2004年经进案中撤销第3大队和第8中队，联队直辖第7作战队和第28作战队，另设有测评战研中心。IDF 由台湾航空工业发展中心主持研发。1983年并入中山科学院，以打破行业壁垒，统筹全台的科研生产力量。IDF 的设计分为4大部分，分别和4家美国公司进行了深入合作，研发机体和气动布局的鹰扬专案和通用动力合作，获得先进发动机的云汉专案和加雷特公司合作，发展飞控和航电系统的天雷专案和西屋电气合作，研发短程和中程空对空导弹的天翔专案，后更名为独立的天剑专案。虽然号称自主研发，但外界普遍认为天剑2的主动雷达导引头技术引进了竞标的 AMR-AAM 失败的摩托罗拉方案。实际上 IDF 的总体设计就是由刚刚研制成功的 F-16 的通用动力主导的，中科院只是起到辅助和协调的作用。通用动力派出了上百名在职及退休技术人员，以个人名义赴台，也用 F-16 的研制模式展开设计工作。在获得美国政府核准的技术出口许可后，尽量采用 F-16 的零部件。第1阶段软件开发也由通用动力负责，第2阶段才交由台方独立完成。不过在具体设计中，台湾空军的使用习惯和实际需求得到了相当好的体现。
融合了多个设计方案的优点，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架具有独特3代机特征的现代化战斗机，而不是日本的 F-2 战斗机那样纯粹的 F-16 放大版。IDF 原型机于1989年5月28号首飞，距离项目开始的1982年仅过去7年。对毫无战斗机研发经验的台湾来说，进度相当顺利。最初台湾计划生产250架 IDF， 但是80年代末国际形势转变，台湾获得了梦寐以求的150架 F-16AB 和60架幻影2000-5。IDF 和他们相比就显得劣势明显了，而且造价颇高，单座型单价就达到了2300万美元，比 F-16A 的1460万美元还要贵出一截。唯有自研自产不受制于人这一优点，最终除了6架原型机外，从1992年到1999年共生产了103架单座 A 型和28架双座 B 型。总体而言， IDF 在处处受到掣肘的情况下，设计的还是相当成功的，基本达到了台湾空军赋予它的作战要求：中低空优作战、中距离截击和对地对海攻击。因为台湾空域狭小、基地密集、航程短、载弹量小、高速性差等缺点对台湾空军来说都不是大问题，而得益于先进的飞控和航电系统以及3代机的优秀气动布局， IDF 的转弯半径、大仰角飞行能力、格斗性能和低速飞行能力都相当好。完成 AB 型的生产后，中科院和汉翔公司从2001年开始进行翔升计划，对 IDF 进行升级，增加2个天剑2挂架、集成万箭防区外反跑道巡航导弹和天剑 2A 反辐射导弹，升级雷达、彩色数字化航电系统、电子战系统和飞控电脑，在风挡前安装刀状敌我识别天线，增加地形跟踪模式，并且具备安装机背保型油箱的能力。新机被命名为雄鹰战机，在2004年10月和2007年3月分别进行了单座 C 型和双座 D 型的首飞。10005号单座型沿用旧有机体结构，只对航电系统升级。10006号双座型为机体航电完整构型，但是台湾空军对这一改进并不满意，因为发动机没有变化，增加航程、提升隐身性能等最初提出的要求都没能实现。最终单双座各建造了台军一架 F-51 战斗机在台东外海训练时突发故障，飞行员跳伞逃生后不治身亡。其实这段时间以来，此类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台军训练战备能力不足，稍微一失压就顾此失彼，疲于应付的现状。而说起 F-5 轻型战斗机，很多人都特别的陌生。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款和米格负21并称2大阵营廉价战斗机的 F-5 轻型战斗机。F-5 战斗机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当时美国由亚各个盟国实际国情出发，打算研制一款物美价廉、便于维护、能够从简易机场和跑道起飞的超音速战斗机。随后诺斯罗普公司便提出了一款代号为鹰-156的轻型战斗机方案。该机采用了2台5加力的 YJ85-J1-1 涡喷发动机，原型机仅装备2门机炮用于试验，在气动布局上和 F-9F 战斗机类似。随后诺斯罗普公司就将该方案提交给了美国空军和海军。然而美国海军和空军对这款总重不到5吨的轻型战机实在提不起兴趣。好在当时美国空军有意更换老旧的 T-33 教练机，所以勉强接受了由鹰-156T 改进而来的 T-38 教练机。通过对比图我们可以看到， T-38 教练机保留了 F-5A 战斗机的一切作战能力，两者仅在机翼边缘、进气口形状、尾部减速伞舱等部位有着略微不同。当初也是 T-38 订单的续命，才让诺斯罗普公司由本钱完善 F-5 系列战斗机。时间来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，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了一系列的军援计划，而诺斯罗普的鹰-156轻型战斗机被选中作为援助战斗机。随后鹰-156便被赋予了 F-5A 自由战士的代号。到了60年代末期，美国政府再次提出了一个名为国际战斗机计划的竞标案，诺斯罗普在自家 F-5AB 的基础上为其换装了2台 J85-J1-21 发动机。最终在8家公司的竞争下，诺斯罗普的方案最终胜出，而这款设计方案就是如今台军装备的 F-5F 轻型战斗机。台军正式装备 F-5F 战斗机是在1973年，当时美国和台湾地区签署协议，由诺斯罗普公司以技术转让的方式授权台湾生产 F-5F 战斗机。
次年10月，第一架 F-5E 战斗机正式下线，随后便交付台湾空军第一联队使用。作为一款低档战斗机 ，F-5E 的2台发动机分别能够提供1600千克的推引，极限平飞速度为 1.64 马赫，低空盘旋能力优于苏联的米格负21战机，但是在爬升率、水平加速度和起降滑跑距离上要稍微逊色于米格负21战斗机。相比于适合高速截击作战的米格负21 ，F-5E 更加适合亚音速作战。另外 F-5 系列战斗机的外观设计令人称赞，它们拥有小巧灵活的机身和细长的机头，搭配梯形翼和一间导弹架，整体看起来轻盈而协调，符合经典的空气动力美学设计，甚至带有一道闪电破长空的意境。俗话说，颜值即战斗力，在某种程度上这句话是正确的，因为在战斗机中，颜值通常意味着出色的气动外形，而出色的气动外形自然会带来卓越的空气动力特性。在过去的末世空战时代，这基本上意味着更强的性能优势。而在上世纪60年代， F-5 的气动设计由 P-51 和 F-86 的首席设计师埃德加·施穆德负责。它是早期采用边条翼的战斗机之一，可以说在当时的2代战斗机中非常出色。然而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，机载雷达和空导弹开始广泛使用。虽然 F-5 也采用了双侧进气，但由于机头较小，还加装了2门航空炮，一开始并没有机载雷达，严重影响了其作战能力。在50-60年代初，这还可以勉强接受，但随后的发展让其逐渐失去了竞争力，于是 F-5E 应运而生。然而，最初装备的2款雷达 NIPQ-153 和 NIPQ-159， 其作用距离分别仅为10海里和20海里，相当于不到20和40公里，甚至不及中程鹰-7导弹的射程，更别说搭载鹰-9导弹上的红外导引头的探测距离了。后来在 F-20 计划中，准备加装爱默生电气公司的 NIPG-69 雷达，虽然 F-20 最终未能实现，但这款雷达在台湾等国外生产的许多 F-5AF 上得以使用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F-5AF 的空战能力。在武器方面， F-5E 一共有2个翼间发射滑轨和5个外挂点，2800千克的最大载弹量，相比于米格负21那1000千克的载弹量堪称碾压。装备2门20毫米航炮，对空作战时能够携带 M-9 响尾蛇防空导弹，对地攻击时能够携带 MK82 低阻炸弹、CBU-24 集束炸弹、空地导弹和各种无控火箭弹，加上 F-5 的低空低速稳定性较好，非常适合执行对地攻击的任务，简单可靠，易维护，出勤率高的特点也使得 F-5 不失为一款近距支援的空中好手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 F-5 的自身定位是一款轻型战斗机，各种先进电子设备受到内部空间的限制很难安装进去，所以该机在现代空战条件下执行复杂作战任务的能力极其有限。在夺取了制空权的状态下， F-5E 战斗机作为一款辅助战机，确实能够发挥对地攻击的任务。除此之外，在毫不需要考虑制空权的低强度战争中， F-5E 也能在空中肆无忌惮地打击地面目标。但是现代战争打的就是制空权，在高强度且丧失制空权的作战中， F-5E 在面对重型空优战斗机时，完全只有挨宰的份，毫无生存能力可言。此外， F-5E 还有一个最大的缺陷，那就是设计之初就注重亚音速作战，所以其可怜的 1.5 马赫平飞速度，在如今飞得越来越快的战机面前，越来越力不从心。其实 F-5 战斗机特别适合当时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，美军在越南制霸天空。相较于维护保养成本极高的 F-4 鬼怪， F-5 轻型战斗机更具性价比优势。后来美军还特地派遣了几架 F-5 战斗机前往越南试验，但是后来便不了了之了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世界各国普遍都装备了更加先进的3代机，老旧的2代 F-5A 战斗机逐渐的退出了各国的军事舞台。但是台湾地区装备的 F-5A 规模实在是太大，总共约有1400多架，所以台湾当局决定继续升级现有的 F-5AF 系列战斗机。首先就是为其换装更加先进的 GD-53 雷达，提高其视距外空战能力。其次还林总总的升级了一下电子系统，这就是 F-5A 虎2000战斗机。该机原型机于2002年正式首飞，但当时世界各国空军正在陆续换装3代机，这种升级版本的2代机台军完全没有兴趣，所以 F-5A 虎2000战斗机计划也就没有了下文。后来台湾在1965年根据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接收了首批7架 F-5A 和2架 F-5B， 到1971年台湾总共引进了
72架 F-5A 和11架 F-5B。后来，随着美国从越南撤军，为了弥补南越空军的损失，从台湾调走了48架单做 F-5A。1973年，台湾又收回了20架飞机，但那时这批飞机已经不适合大规模使用，所以在1975年又提供给台湾28架新飞机。同时，台湾还引进了生产线，开始自主生产，项目代号为虎安。到1986年生产线关闭时，台湾共生产了6批242架 F-5A 和66架 F-5F。加上之前获得的飞机，台湾曾经最多拥有336架 F-5F， 成为最大的 F-5F 用户。F-5F 因为是升级版，增强了对地打击能力，台湾的这批飞机也能携带 AGM-65 空地导弹等武器。如果是在几年前，他们还真可以执行攻击任务，但时过境迁，这批飞机早已退出一线。目前只有台湾空军第401联队第12大队和第737联队第7大队还在装备 F-5AF 战斗机，总数约在50架到100架之间。原本台湾计划在2019年全部退役这批飞机，但后来推迟到2024年。按照这个时间点，说不定他们还能参与最后的一战。好了，尊严只在剑锋之上，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。我们下期见。